终于拍上我心心念念的保时米了。我管它叫保时米，可不是诋毁它啊，人家这个车就是比着保时捷 Taycan 做的。小米这企业大家知道啊，是我们中国基本上最大最成功的，叫手机厂商还是数码产品厂商还是家电厂商，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大家觉得它是什么厂商？它的经营理念就是我锚定一个行业里最优秀的产品，然后我做的形制跟它差不多，性能差不多，但是我价格比它低一半以上，我平替它。那么车也是一样啊，在发布会上，雷总毫不掩饰地说，我们的车就是参考了目前最好的电动轿车保时捷的 Taycan。它的最高时速到了265公里每小时，是吧？也超过了 Taycan， 也超过了 Model S， 所以它的性能极为出色。我觉得他们能选 Taycan 这个车来锚定作为自己的原型车是非常高明的，非常棒的。他们没有选特斯拉，没有选蔚来啊，很多新势力都是选的那些厂商，他选择了 Taycan。保时捷在做运动型轿车领域，基本上全世界的翘楚，而且 Taycan 的设计确实非常不错。咱们看看这车到底能达到 Taycan多少的功率。咱们来看这车的设计啊。首先，大家从镜头里看，包括之前看图片，觉得这是一多大的车？是不是觉得这车好像挺小的，跟那特斯拉 Model 3什么是不是差不多一级别的？其实并不是，这车非常大，这车尺寸达到532了，5米长，3米轴距，接近2米的宽度，1960的宽度。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比较小的这种视觉感受呢？首先，我觉得从设计上啊，它的车鼻子非常低，车灯的位置也非常的低啊。然后呢，车灯的面积大，整个车窗的高度也大，所以会显得车比较小，就跟小孩子一样啊。你看小婴儿，他头特别大，身子特别小，就会显得这个人也小。这个车也是。它车灯面积非常的大，它跟现在的这些流行那种小眯眯眼分体式车灯完全是相反的理念。哎，这点我还挺欣赏小米的，就是我跟你们就是不一样。你们在这个时代都是一个细长条眯眯眼，然后底下做一大灯，我就不这么干，我就做了一个灯，对吧？我里面近光远光全都分体，形成了一个米字，正好。而且它灯的位置放的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大家看保险杠的分缝正好路过这个日间行车灯。然后正好是前杠这个折角贯穿的，然后整个车鼻呢跟保时捷的理念一样，尽可能的把中间降低，因为它前面也没有发动机啊，所以它把前面降低，制造开阔的视野啊，同时把这个轮拱做的比较高，一方面是为了装下这个大轮子，一方面呢也是制造运动感，开的时候你也能看到，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挺像保时捷的。然后它的车标用了一个圆矩形的米，小米的 logo 啊，这个没有用小米字体，我觉得还挺好啊。这个 logo 变成车标之后，展现出来不一样的韵味，就又有数码的时尚感啊，同时它用这个银色的带镀铬的，又有车的感觉。总体来讲，我觉得这车头设计的还是不错的啊，很运动，同时有原创性。咱们从侧面看这车，首先这个车追求了极低的风阻啊，这车风阻只有0.195，目前是量产车里几乎最低的了。你看它激光雷达的这个帽子都做了流线型的设计，为了降低风阻。整个侧面也是保时捷 Taycan 那个思路，非常的低矮，非常的扁平。但是我觉得啊，这个侧面的过气的这口，椰子板鼓起来，车门凹下去，这儿有一条棱线，过于像 Taycan。咱们可以锚定别人的产品，可以做一样形制的东西，但是不要有一些细节完全一样，这样会让整个产品看起来的档次感急速的下降。所以我希望小米以后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后视镜是一个独立于车身之外的流线型的圆圆的后视镜，无边框设计。这辆车用了半隐藏式门把手啊，这个我第一次见到是在宝马 iX 上啊，这个也差不多。你把手伸进去，里面有一个可以摁的地方，然后一摁门就开了。当然它有一些细心的设计，比如说它里面留的位置比较远，这样的话如果指甲非常长，做过美甲的也不会顶着啊，也可以用。这个门把手我觉得真比那个伸出来那个好用，是吧？而且看起来还挺经典的，因为很多传统的车都是这样的。这车用了无框车窗，这也是这几年比较帅气、比较运动的电动车非常流行的。同时，它为了降低风阻，整个车的侧面完全是平滑的，完全用玻璃相接，玻璃之间只有一点点密封胶条，没有任何多余的设计，因为多余出来的窗框都会制造更多的风阻。同时，为了减薄整个视觉感受，底下也做了一个黑色钢琴漆的托，这样显得车很瘦。后部的车顶急速的下降，这样是为了更低的风阻，同时也制造运动感。
当然，后排顶部的空间有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一会儿咱们去看一看啊。这车只保留了一个充电口，在左后，我们一摁向上打开，有没有像那个战斗机上面那小金翼的感觉？直流、交流都在这儿。它做了一个小盖儿，这一头盖交流，这一头盖直流，这还挺巧妙的啊。因为一般我们只用一个，这样的话呢，你用这个，你可以把盖儿留在这儿，它就不会丢。然后我们一摁，小门就可以关上。这个车的车尾，我终于看清楚怎么回事了啊！说实话，我看了好几年了，因为我们家住的离小米公司特别近，一大堆各种伪装程度的伪装车，天天在我们家周围几个盘桥上测试，我老跟着他开，还拍过小视频呢。我对这个后尾什么印象呢？之前遮的时候，因为我看不见它怎么设计的，我觉得这后尾很奇怪，就特高、特瘦，跟小炮楼似的。现在车都很少有这种比例的，为什么会是这种感觉呢？今天咱们看清楚了，咱们分析一下啊。首先，这个车并不窄啊，之前看后尾，我觉得车好像特窄，这车1.96米的宽度，它是有宽体的，它的后轮眉其实是很宽的，它一点都不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呢？是因为它上半部车身到后尾之后收得很窄，就一般车可能到这儿啊，它收得非常的窄，所以就会有这个瘦高的印象。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尾灯，因为保时捷 Taycan 也用了类似的设计，就是宽体配窄的上半部。但是它的尾灯是直的，一直打到最宽的地方。它拿尾灯把整个车的视觉宽度架住了。咱们这车呢，尾灯向下斜了，这样的话你整个视觉宽度就没架起来，就塌下去了。所以整个车就显得跟个小炮楼似的，是吧？但是尾灯的造型还是很漂亮的啊，绕了半圈啊，里面还有几环，很有自己的风格，辨识度还是很高的。远远一看就是个小米，是吧？后边做了一个扩散器，来提升整个视觉的运动感，同时把车身减薄。然后这后面还做了一个尾翼，这尾翼可以升起来，这样的话可以制造下压力，同时让车看着更运动。里边还有一个小牌儿，写着21000转，495千瓦，838牛米，然后有一个车身侧面剪影。这小牌儿的风格也特保时捷啊，但是升起尾翼之后，视觉上看就觉得这后尾特复杂，是吧？乱七八糟的。你看这儿有一道线，这儿有一层，尾翼还有一层，这儿一层，比较复杂。建议小米后面能不能做减法，让咱们的设计更简洁一点。其实现在整个设计基础还是非常好的。作为一个电动车，我们的车鼻子里并没有发动机，所以我们不是放点东西。这车提供了一个105升的前备箱，这里面可以放一个标准登机箱，放点包啊，放点常用东西，还是挺方便的。这个我家其他车只有911有这个，其实挺方便的。因为车位的话现在都很窄，如果你在后备箱里放东西，下车去后备箱拿东西就会很局促啊。如果放前面，其实拿完就走，还挺方便的。这儿还有一个名牌，21000转，495千瓦，838牛米，有一个车的侧面，能显示它的性能。这看着也特保时捷。发动机盖里面用的这个强化的结构是一蜂窝状的，这还挺特别的，挺好看的。一般车就是几道金，是吧？它这个还做的挺好看的。咱们去看看后备箱。之前有朋友问我啊，这车到底是掀背车还是3厢车？咱们看一看，看这个钮，它是个3厢车啊，后玻璃并没有跟着一起起来。作为一个5米长的3厢车，后备箱空间还是可以的，非常的长，它有493升。同时呢，作为电车，它下面没有油箱，所以空间还能进一步利用。看我们打开之后，底下还有一个空间，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塞到这儿。哎呦，磕一下手。哦，这里面很尖利，钢板焊接的这一块手流血了，看没有？小米要注意一下这个啊，应该把这儿装个装饰板，既然允许大家这么用的话。这底下还是能装点东西的啊，能装点怕来回逛悠的东西，可以插在这儿。像我们摄影师的那个包里边都镜头什么的，装在底下还是挺方便的。这车用了20寸的轮毂，这车19、20、21 3种尺寸都有。咱们这是居中的一个尺寸，整个设计非常的动感，有点兰博基尼那意思是吧？很炸裂的。中间黄色的 Brembo 大卡钳，4活塞的打孔大刹车盘，用的米其林 PS EV 轮胎，整个这个轮组的配置还是挺顶的，是吧？咱们进屋来看这车的内饰设计。首先，整体内饰设计还是比较繁复的，分了好几层。大家看这车门最上部一直绕仪表台一圈，这是一层；仪表台这是第2层。这个车做了一个前部的仪表，这仪表还挺有意思的。它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小装饰板，时刻片做了一个这车的侧面，然后当你按下启动按钮之后，它会翻转过来变成仪表。这车留了启动按键。我觉得这个还挺有仪式感的。作为一个偏运动化的车，你摁这么一下，有一个着车的仪式感，德味满满，是吧？
同时呢，作为一个新势力新能源的车，它也能兼容咱们习惯于的那种直接一踩刹车挂着档就走那种模式啊，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还是挺喜欢多这么一个按键的。然后咱们继续往下看这个内饰设计啊，我觉得有点过于繁复了。看它上下层之间还加了一块假桃木，这底下带一点氛围灯吧，我觉得实属没有必要啊，在这个时代了，没有必要非得搞这个仪式了。然后下面有一个镀铬条环了一圈。材质上呢，上面用了这种翻毛皮的感觉，但它不是阿卡，它是另外一种材料。然后中间手扶的部分用了一种磨砂的毛很短的一种翻毛皮的材质。座椅面是真皮，座椅侧面是革。然后这车提供3种内饰颜色，像我们这个叫暮光红啊，还有一种灰的，还有一种黑的。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这个红，一方面是有点过于像保时捷的氛围，二一个这个红太艳了，饱和度太高了。你看我家宝马 i3 也是红，但是那红很暗，一个暗玫红就特舒服。这个红会让人感觉到躁动，会有点热。可能更年轻的朋友可能会更喜欢。如果我买这车，我可能会选那个灰内，就是灰白内，那会显得比较科技，比较优雅一点。它的中控台这块啊，也做了一个假桃木，我鉴定是假的。这么一个装饰，然后上面有2个手机无线充电，它还留了一排实体按键，调温度、调风向的、调尾翼的、调整个底盘升降，都是最常用的功能。但是摸起来的话，我觉得这4个键有点过于的扎手，而且高啊，其实可以再做矮一点啊，做圆滑一点会更舒服。这有点高。这儿有2个杯架，这车的车顶呢，我见到了3个小按键，中间一个是双闪啊，这边 SOS 报警，这都不新鲜。还有一个按键是一个小照相机一杠。这是什么意思呢？可以关闭这个车所有的摄像头，一键隐私，包括车内的所有的摄像头，包括车外的，而且会有一个小灯显示出来。这样的话呢，这辆车就不会摄录任何东西，保证我们车内车外的隐私。小米希望能把这个推成一个行业标准，将来的话，开个电动车只要一按这个，外面有一小灯亮，证明它没有录像，这样进入一些机要单位什么的不会受到限制。我觉得这个理念还是不错的。现在车越来越先进了，它的监控越来越多，其实我们越来越没有隐私了，是吧？有这么一按钮还挺好的。然后我发现它这门板下面还有一个这什么玩意儿？雨伞，这是一个专门放雨伞的槽，这槽好像还能把水泄出去。下面咱看这车的方向盘，首先对方向盘的设计，我个人表示不是特别喜欢。2方面，一方面我觉得它这个支出来的2个钮有点杀马特，而且支的不是很讲究。并不是一个镂空的很细致的一个支出来，这是一个塑料把它支出来，是吧？二一个它的整个造型有点过于像奥迪或者保时捷的方向盘。那作为小米应该有一个自己的设计这车其实整体原创度还可以如果有一个自己设计的更科技感、更数码一点的方向盘，也许会更好。而且中间写的这个小米放在这么一方向盘上也不是特别合适，我建议换成前面那个车头标那样的。做一个带镀铬亚光的一个金属的米字标，会比这显得高级的多。同时方向盘上的功能呢，其实还挺好用的这2个滚轮是可以调很多东西，比如音量方向盘的前后都可以通过它调。这是一键的辅助驾驶启动，这特别好用。这边是驾驶模式，拧的话可以调车的驾驶模式，如果直接摁下去是那个 Boost 模式。这下面是一个镂空的可以放包的，小米也没有浪费这空间大家看这儿，这是一个香氛系统，但是它后面是带电的它也可以换成别的东西。它有一个模块是一车台，放在这儿不仅能给对讲机充电，而且对讲机的音可以和车的连上，这挺有意思的而且这儿还有好玩的呢，这上面还挂着一东西，这是一手电筒。这手电筒不仅能照明，它背面打开之后，这儿还能搁安全带，还能破窗，当一破窗器，这挺有意思的一个应急配置。咱们现在把车机这一块先留着，咱们去后排看看。看完整车设计之后，咱们细细的研究它的车机。小米作为手机厂商，必有不一样的东西。咱们来后排感受一下，作为这种电动的偏运动风的轿车，其实后排一直都是最麻烦的一地儿，因为车顶要下压，电池又高，后排空间就会变得非常有限怎么去算这一点尺寸，就变得是一大学问了。咱看小米怎么干的首先地台的高度，说实话也不低，但也没有太高你看这脚坑还是有的从车边看脚坑还是有的，电池还是挺薄的但是依然会比燃油车高，所以我坐起来，你看坐垫这么坐就站不住腿了往前坐会好一点。整个坐垫的长度够，而且非常的丰满，非常的鼓，支撑性还是不错的。
空间我正常驾驶2拳吧，足够。毕竟车轴距3米嘛。最重要的是高度，高度说实话，这车也用了那个办法，就是极度的偷高度的办法，就是用一块薄薄的玻璃作为车顶。看我的头发基本上擦着车顶，因为我头发吹得比较鼓啊，基本上还有不到1拳吧，不到1拳，3指的距离够着车顶。这个夏天如果晒的话，因为它这车顶隔热做的还是不错的啊，紫外线基本上都能拦住，但是你不可避免的热量会到这玻璃上，所以就是烫头模式，你坐久了头就被烫成这型。然后上面的扶手做了一个皮革缝的一个扶手啊，这挺显高级的。老的那个玛莎拉蒂什么都是这种啊，但是这个我觉得做的有点短啊，真扶的话不太舒服了，硌手夹手。如果再做长一点，让它有一个我一用的话有一个伸缩空间会更好一点。冰箱、彩电、大沙发，新时代车3大件咱都有了。大沙发在这儿呢，这儿有一个冰箱，2到50度的温度都可以调，平着能放4罐饮料啊。彩电。小米人家就做这个的，人家不用单独在车顶子上弄了，小米 Pad 直接可以接上边，而且可以通过这个 Pad 控制一些车的功能，比如这个空调的风量啊、温度啊，包括前排的座椅的位置啊，都是可以通过这个 Pad 直接调的。这边小米 Pad， 这边是一 iPad 啊，都可以用。这就是人家的优势来了，是不是？座椅的配置呢，后排带加热啊，没有通风，没有按摩。中间只有一个杯架，其他就没什么东西了。后排不带电调啊，整个靠背和坐垫都不能电动调节。我发现小米这车特别在意下雨时候的体验啊，它这儿也装了一个雨伞槽，座椅底下，这挺逗的啊。全车能放4把伞，谁也淋不着。下面咱们专门拿一段时间来说说车机啊。我们知道小米不光造车、手机，还有很多的家电，所以它的车和这些东西之间必然有不一样的联系。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这一屋子家伙事儿啊，小米做了这么多年，智能家居目前它是做的最好的，它一定会把车和这个家连起来。小爱同学，我在。把车窗打开。操作中，已打开所有车窗通风。如果您是一个小米的资深用户的话，控制车以后不用掏手机了啊，家里的这个小爱同学就可以完全控制我们的车辆。同时反过来，我们在车里也可以控制家。小爱同学，主驾请讲。把我们家电视关上。你是想操作家里的电视吗？是的。好的，帮你操作了小米之家展厅的电视。电视关上了，我儿玩不了了，是吧？小爱同学，把我们家扫地机器人开启，给我提前扫好地。你是想操作家里的扫地机器人吗？对的。好的，帮你操作了小米之家展厅的扫地机器人。扫地机器人开始工作了，我到家地就是干净。这我觉得是它的一个独特的优势，人家产品多，是不是？和家居和手机的联络咱们都看完了，咱们现在看看车机本身。这车机用了一个8295的芯片，大家注意到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啊，这儿有一个小表，这儿还有一堆实体按键，这儿还有手机支架。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外接的。我觉得这思路挺有意思的啊。之前大家一直有一博弈，说这个新势力的车、新的车未来还要不要实体按键？有的话显得这车古老，不那么简洁，不那么科技，是吧？没有又不方便。那么小米干脆有没有你自己选，它做了一个可外接的。你看，我给大家拆下来看看啊，它后边有2个小圆的拧紧的装置，我把它拧松，直接就可以把这模块拿下来了。大家看，这是一个外接的模块啊，插上去之后可以控制车的温度、空调，所有这些东西，包括音响的音量和播放和暂停，这还挺巧妙的，是吧？不装它很简洁，其实也不影响功能的使用，因为空调这儿都有，这儿也都有。装上之后呢，会显得这车有点那种传统燃油车那个质感。上面这个小仪表也是啊，这个也是后接的，而且这个小仪表里边的功能也挺丰富，它还可以变啊。这儿智能设备，来看这个智能双表，我可以在上面显示时钟、车速、本次行程、计值、指南针都可以，而且左右仪表都可以编辑，非常方便。我觉得放表挺好的，是吧？放一个表，放一个指南针啊，这边放表，这边放指南针，我比较喜欢这个搭配，这挺有意思的啊。第一次见到车有官方的外接设备能跟车机接到一块儿的，这我觉得算是小米的一个创举啊。这个车机一般智能车有的功能它都有，我们刚才介绍了一些属于小米的特点，那么下面咱们看看别的啊。我找到了一个赛道模式，这挺有意思的。
咱们来看一看啊。开启了之后，我们可以定义很多这车的东西，比如说能量回收强度，它的前后驱的配比，看我要多少前驱，要多少后驱，可以精确到个位数的自己调整，这太有意思了。还有手动补偿啊，优先执行手动设置值，在特殊工况下系统瞬时补偿。然后能量回收比前后的都能调，像我调这儿前后能量回收比，包括 ESC 控制的这个幅度， TC 牵引力控制的这个幅度，全都可以大范围的自己调节，所以这车要下赛道就会非常好玩。它还有漂移模式。大家看到这边啊，调节这右边显示的是电池、电机和刹车，它现在是绿色的，是低温。然后如果温度上去，它会变颜色。同时这车的计值也可以显示，这个就比较专业了。跑一趟赛道下来，你知道温度是不是高了，是不是要散热一下。咱来开一圈小米速七，也是期待已久的一个事儿。说实话啊，在给大家录这段之前，我已经开了这车有100多公里了，现在是返程的路上了。这车给我的感觉是真的是下了功夫调教过的，就是它开起来不是那种特别速成的新能源车那种感觉，它的油门的渐进性极好，就调的你踩就是你想要的那个加速，然后一松的这种滑行感也是收放自如，就特别像一个传统老牌车企调出来的车的感觉。就我之前2年多前为什么买宝马 i3，就是因为那时候大部分的电车，你开起来的感觉都不让你想开，就不快乐。有的是极舒适平淡如水，有的根本就不好开，它的油门的渐进性啊什么都有问题。但是这个车让我想开，就我每一米开它我都觉得有乐趣。你看踩一脚油门，它的加速感是你想要的那个感觉，视野非常通透啊。本身这个车设计就是保时捷那种设计嘛，前头非常低，同时它的坐姿又高。它的坐姿其实比 Taycan 要高不少啊，我现在已经降到最低了，但是依然挺高的。我前面非常通透，我能从上到下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比例，我能看到前面2个轮拱，后视镜很大，这个无边框后视镜视野巨大，视野方面我挺满意的。加速什么就别说了啊，这车有673马力，838牛米，0到100 2.7秒，就太吓人了。这个数据基本上就是一超跑的数据。它0到200就10.6秒，你想吧，所以无限的动力，我觉得这大可不必啊。如果我要买这个车的话，我大概率会买一单电机版，你给我个300多匹，0到100 5秒多就很好了，足够用了，等于买一个电车送一超跑那种感觉。而且它的悬架调的也非常好，它是一套空气悬架加 CDC 全都有，不像那种大 SUV 的空气悬架，那个纯是为了舒适啊，那个如果你放舒适模式会很晃。那这个车绝不会，我现在就是舒适模式，它非常的坚实，同时又把震动过滤得很好。就这个车我觉得是大功夫花在了调教上，它的驾驶感受真的特别好。运动模式，大家听到了吗？它配了一个很低沉的类似于发动机的声音，一个 V8 发动机似的那种声音。我再踩一脚啊，我不说话，大家听一下，相当好听。这挺不错的啊。然后你摁这中间，它会有一个积雪模式啊，持续20秒，极快的加速。反正这车的驾驶感受让我觉得挺惊艳的。你要说设计上，我还能找出多多少少一点毛病或者我不喜欢的地方，驾驶完全没有，非常愿意开这个车，甚至于开着开着，我觉得有点想买一个这车，因为难得电动车能让你开起来有欲望、有快感的不多，现在。这小米速七算一个，这一点是有了保时捷的精髓了啊！虽然它没有 Taycan 那么低的坐姿，那么好的穿入感，那么像911，但是它依然是我觉得起码新势力的这些电动车里开起来最好的之一。这车的辅助驾驶也非常好激活，我只要按一下这个钮就可以了，它自己追这个限速啊，自己开。而且它的辅助驾驶开起来逻辑也是非常清晰，这一新产品，现在就有 NOA 了，而且它自己并线、自己超车都非常果断，可见小米在这方面的开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这是完全它自主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就是新车刚一上来就能达到这程度不容易。这车提供了一个巨大的 HUD 啊，说是视觉上看有50多寸，我觉得一个问题就是它太大了，而且太高了，有点喧宾夺主。
因为 HUD 是提供一个辅助的信息显示的这么抬头显示这么一功能，太高太大不太好啊。小爱同学，主驾请讲。把 HUD 放低一点。HUD 高度已为你调再放低点儿。好的。再放到最低。好嘞。你即将驶出领航辅助可用区域。它放到最低之后，其实我已经看不全了，但是如果能看全就太大，这是我觉得这个车的一个小问题啊。当然，它 HUD 里应该是有不同的模式，可以少显示点信息的。这就是今天带大家一起体验的小米SU7。这车给我什么感觉呢？首先起点非常高，无论它的整个的设计、做工，还是驾驶起来的感受和配置，它起点相当高。我觉得对小米来说，这就是特斯拉 Model S， 它要在一个非常高的起点来起步，同时它做到了这件事儿。作为一个全新的企业，花3年多的时间能给它做成这个完整度，挺不容易的。我之前试到的很多的新势力第一款车都不是很完美，这点不得不给小米点一个赞啊！这种有强大的工业基础的厂家，这么多年来一直造手机啊，造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这种厂家它还是有底子，还比生弄笔钱生拔出来那种新势力还是要强的。我对这车的评价还是挺高的啊。这个小米SU7是小米的第一款车，他们在开发第一款车的时候选择了一个电动车里最难做的领域。就是轿车，并且有驾驶快感的运动型轿车，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试想一下，这个车很矮很薄，那么你在空间设计上其实难度就很大。同时呢，这个车要追求驾驶乐趣，所以在悬架调教、转向啊，包括这个油门的线性上，包括动力上这么强大的动力，这其实都很困难。如果是我做一个车的话，第一款车我可能会做一个偏销量导向的 SUV。它的操控驾驶性可能没那么好，我也不用花那么大心思去调教它。这样的话，出来快，挣钱也快，是吧？那小米这么做，可见它是下了一盘长远的棋，它想把最难的先攻克了。如果小米下一款出一个城市 SUV， 那研发难度比这要低得多，是不是这道理？所以这公司还挺有意思的，这么看。价格我预测一下吧，我录节目的时候没出价格啊。我现在是大概3月19号，我预测这个车低配车型就没有激光雷达、单电机啊，没有这么高阶的这个车，24、25万。高配像我今儿开这个 Max 版顶配，我觉得它值个30小几万，32到35之间，33、34万这个水平。看到节目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有价格了，28号出价格。大家看我猜的准不准啊？我现在是完全不知道的。总体来讲，这车还是挺棒的，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尤其开起来，真是一个让人能找到驾驶快感的电动车。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白话一位，咱们下期再见。